漏水出来了哦，一大早哦。那眼睛啊很痒，然后现在红掉，然后早上不懂是6点还是7点的时候啊流鼻血。I think I'm going to die。都叫你不要打 game， 早一点睡了啦。每天迟睡。我几久没有打 game 了？讲一下。你没有打 game， 可是你追戏。一定有问题的，瘦了哦，就是迟睡熬夜啊，不健康的瘦；肥了哦啊，吃太多啊这样子啊，瘦还是肥哦都是错。问蛋啊 Everything I do, how to done? Your daughter got food to eat 吗？我昨晚已经给他们吃了。哦，你昨天吃了，今天不用吃的啦。我昨天晚上放满了那个草跟那个饼干。哦 ，later I go check。草没有了。我昨天晚上放的，看 CTV 吗？黄瓜有给吗？我昨天给了西瓜，最后一片我给了。Remember this is your father。欢迎来到 K 老的 Q&A 环节。这一次这个影片呢，其实是因为在新年的时候啊，好像是2月尾还是3月中这样子啊，我的 Instagram 呢就超过了400K 的 follower。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在想，400K follower 过后呢，我想要做一个 Q&A 的。然后结果就很谢谢大家的支持啦，就突然间呢又过了500K follower， 所以那个400K 呢的那个 Q&A 呢就跟这个500K 都掺在一起做了。所以这个影片呢，其实最主要的呢就是要做 Q&A 吧。可是我收集了问题过后啦，有蛮多跟我上一次做的那一集 Q&A 啊是差不多一样的。所以大家如果你想要看一下其他问题的话，你可以看回上面这一个 video 啦，右上角这个 video。所以这一次的问题会是全新的啊？我觉得不全新啊，我觉得来来去去都是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今天的身份呢，就是代替你们把你们的问题都问 K 老，是这样讲吗？是的。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IG 超过500K follower 了，有什么感想啊？有没有感想啊？有一点不是很真实，其实我觉得，因为我的 IG 啦，它卡在差不多390多 K 那边呢，都蛮久一下。那个400K 也过得很快，它一400K 过了过后呢，就直接一直上，然后上到500K， 到现在不懂520还是530了，很突然觉得。很突然啊！你没有觉得你很厉害咩？厉害，我觉得这个 follower 的东西对一个 KOL 来讲啦，在 IG啦，它就好像一个名片OK， 这个是我的名片，然后我有多少个 follower 这样子，它也不能代表什么东西的，其实就是给人家看你有 follower， 很多人 follow 你，就这样罢了。可是我觉得啊，这个东西啊，也是你的一个成长了，你的一个努力来的，因为你努力了这样久才可以收获到一些观众啊，去 follow 你，看你的 video 嘛。所以那个 follower 的东西呢，它也是你的一个心血啦。可是你也不要把这个东西呢看到太过重，太过去追求这个东西，因为有时候你为了 follower 而做你的东西啦，你会很随便很泛滥我今天一定要 post video， 明天一定要 post video， 这样就是为了人家快点 follow 你，快点 follow 你这样。然后久而久之呢，你的 content 啊，你的东西啊就维持不到了，就可能会很杂反这样啊，什么都放进去这样。我好像还没有讲到我感受肯定是开心咯，可以有很多人 follow 我啊，可以有很多人看到我啊这样子啦。可是我是没有想到一下子会这样快啦那个 follower， 所以那个时候我有点不习惯的，可是现在慢慢习惯了。没有想到我们的 K 老是这样子成长的，他真是太厉害了。成长而且讲真的，你的那个新年特辑啊，不是爆红咩？我看到就是 Facebook 有很多人就是会分析讲，你知道吗？其实他这个是 plan 了很久，他是怎样去策划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剧本啊这样子的。所以我想问你，这个新年特辑是剧本吗？我策划很久了这个东西，我用了3年来策划的。你以为我开玩笑？那些人不是有分析什么我用了什么手法啊，这样子啊，然后影响到什么这样啊，这些东西啊，完全是对的，跟 Avengers 差不多一样Marvel 的戏啊 Avengers。这样你用了几久来策划？3年啊？3年了，我3年前这个剧本就开始写了我要用什么来拍，用什么角度啊，新年的时候这么鬼这样啊。基本上你在网上看到人家对我的 video 分析的东西全部都讲得对，全部中到完。3年前出了这个 Insta 360的 X5 咩？3年前不是 X5 吗？现在我要拍我就用 X5 咯。开玩笑吧喂，你懂我这么拍这个新年的 video 吗 ？OK， 我每一年呢，新年的时候我回去怡保啦，都是没有事做的。然后正常来讲呢，我都只会有最多3个 post 吧，就是我在 IG 更新啊，一个是家庭照咯，一个是我自己的照片咯，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跟林美做的合照咯，就这样子而已。可是我就觉得，哎呀，身为一个 KOL， 我在新年的时候啊，要 post 多点东西嘛，因为很多人会 post 东西啦，可能那一个流量会比较好啊，这样子啊，我也不想因为一个新年就没有什么 post 东西，这样怕人家忘记我。
走啊。所以回怡保之前呢，我就跟林美专讲，我这个新年我打算拍点东西啊，可是我不懂要拍什么鬼哦，我随便拍，可能拍一下我每天在做什么这样了。然后我拿一个1336的 X5 呢，然后就回去怡保了。然后在那个 highway 啊，我第一集不是跟我哥哥在 highway 塞车回怡保了咩？我也是突然间塞车没有事做，拿上来就开始按 rolling， 然后就拍了，一拍了17条 video， 就是因为一个人很无聊没有事做，不想新年的时候给人家忘记，就拿个相机来拍不了，就是这样简单不了。我完全没有变过，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什么都不会的。但是我在这里就想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自己也是有一半参与这个新年特辑，就是因为我们在新年你一定会跟朋友聚会啊，然后去party啊这样子的嘛，所以我们每天新年的时候都是玩到12、1点，12、1点过后，他还回到家继续去 edit 那个 video， 然后还录声音，所以整个新年他每一天都是熬夜，然后又特别早起。基本上呢，那个新年的特辑呢，其实我的那一个工作的模式呢，就是早上起来然后拍完一整天啊，回到去家里，可能晚上或者是有时候半夜，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 edit。最头痛的地方呢，就是要去想一下要讲什么，因为你拍了过后有时候的确是很闷的那一天，可是你要怎样把它弄成有趣啊这样子啊，那一个就是比较难的地方快的话呢，简单的话2个小时就可以解决了。我有试过有一天是我拍完过后呢，然后又要玩因为在朋友家玩嘛，然后玩到差不多半夜2点多，然后我就上楼要去 edit 我的 video 啊 ，edit 完过后呢，再开始想要讲什么东西，然后想下很累怎样办呢？没办法，我睡一下先了。然后我睡觉的时候我就发梦到我还在想那个剧本。然后我还真的是给我想到什么，我发梦的时候想到那个剧本然后突然间呢，我真的是会醒来我就写下来。哇！我写下来了过后呢，我又很累我又睡回去，然后又发一样的梦，然后一样的又想到东西，然后我又起来，我的剧本就是这样慢慢写写。哇！有一天啊，不是每一天都这样子啊。所以你连在梦中都在想着你的 VO 要怎样讲。那个时候也是好啦，因为很多人想要看想要追嘛，就给我有一个动力要去做这个 video 咯。不过也是好啦，不然我整个新年很废一下没有事做，因为最主要就是想要娱乐大家嘛，想要人家看到我就会笑这样子啦。这样你有想过以后再做这个特辑吗？很像1个月1次啊，1个月2次啊这样子。没有。为什么嘞？很多人喜欢看呢。我觉得点到为止啦，你不要因为人家喜欢你就很多人喜欢的很有流量我要快做更多这样，东西多了就会变闷的。我觉得，所以不要为了那个流量去一直盲目这样追没有用哇，这是我第一次来住Negara我以前来过一次。这样爽，跟谁来Max Lee， 2个男生来。真的吗？就是说我以前带女孩子来关你什么事？你讲关你什么事 ？I like the you already 多人一下哇，这人不用做工的咩跟你一样咯。我看到很长的鸟。那个是我的鸟我想问你你每一次拍 vlog 的灵感来自于什么？你有做 research 的吗？很像去看现在的人喜欢做什么这样子。你讲的 vlog 是什么 vlog？ 新年 vlog 啦，还是平时这种旅行的 vlog？ 最红的新年 vlog 那个要看我的咩不用的吗？其实那个是完全没有 planning 的嘞，那个真的是意外爆红了，可以讲是。我原本是打算拍到年初4的，因为我年初4就回来 KL 嘛，回来 KL 是没有东西做的，结果有人看了这个 video， 所以我就播扁，然后全部人讲要看到年15，我就拍到年15，所以没有讲什么灵感或者是去做 research 人家喜欢看什么我就去拍这样子。然后如果你是问讲 YouTube 的那种 vlog 的话呢，也是没有的。我自己喜欢什么，我自己想拍什么我就去拍了。因为如果要一直跟着人家喜欢的东西去拍的话，你也是很烦的。如果有人喜欢那种过山车的 video 你明天就要去拍过山车，后天要去跳伞那马是很累，所以不用去理人家喜欢看什么了，拍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喜欢看你的人呢，自然会来 follow 你会去看你的 video 了。就没有理由有人讲他喜欢看人家煮东西，我特意去煮东西我都不会煮。你要下车吗？要。我们到动物园了。哇，你跟后面的牌很 match 你跟后面的 giraffe。你有带 IC 吗？没有，是你，因为 IC 没有带。这种地方一定要带 IC 的，买门票才有便宜的嘛。96块，2个人。Sini boleh tengok itu China Bay Boleh China Bay boleh。这傻，你刚去问那个 counter 人Sini boleh tengok China Bay China Bay Panda 啦 China Bay 中国熊我忘记它的英文是什么了，没有想到。China Bay 1、2、3 OK。你看上面有个宝宝的。那你像你们的旅游 vlog 很有趣，也是很好看的，是什么原因让你转型成旅游博主的？旅游博主
其实哦，不懂怎么，我到现在啊都不觉得自己是旅游博主，我纯粹是去玩哦，然后拍下来吧，就是旅游博主了啊。因为你的 YouTube 只拍你去玩啊，你还有拍别的东西没？这样如果我之后没有拍旅游博主啊，我拍吃啦，这样我就是吃播啊。呀，更容易变的那这东西，什么原因变成旅游博主啊？因为之前很迷茫哦，我不懂要拍什么嘛。然后我试过很多东西，比如讲拍一些节目啊，两个人去玩的那一种啊，坐着聊天的那种，好像访谈这样探讨人生问题那种东西啊，很难啊，那个制作过程很难啊，而且很容易中黄标。以前的那种 video 啊，真的是很容易中黄标的，一中黄标哦，我整个 video 是废掉了，有200K、300K 的 view 啦都没有用的，我最多的收入哦只有4、5块美金嘛。所以中黄标这个东西呢，真的是要很认真去想一下啦，你可以拍什么东西啊，不会被黄标啊。然后我觉得旅游这个东西呢，黄不黄标呢放在一边前啊，至少是我享受啊，然后我可以看到每个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啊，不同的环境啊，累积一下我的那个人生经验啊。至少呢，我有那个时间可以去走走啊，去旅行一下咯。趁我年轻的时候脚还可以走到的时候了，不然老了才去的话呢，我觉得有一点不够时间了。是什么让你改变这个想法哦？你以前不是不喜欢旅行的咩？我女朋友哦，有一天突然间带我去清迈啊，带我去旅行，然后我就随便拍一下啦，然后结果一拍我就喜欢了，然后就拍到现在哦。没有打算跟你女朋友讲什么话咩？谢谢她咯，谢谢她带我去旅行哦。可是只有那一次是她付费吧啊，180付费。过后我也是有付费啊，我付我自己的费。AA 咯，一人一半咯，是应该这样子啦。鸡跟乌龟喂，来动物园看鸡跟乌龟，就像我跟你这样哦，什么意思？不同的物种，可是可以生活在一起。哇，几大字而已。一季啊，你有没有考虑带粉丝一起去旅行？没有。不懂啊，因为我完全没有想象过会是以怎样的形式带人家去旅行，就是那种带团这样啊。带团是怎样？一个人跟整班人一起的呀，好像带几个粉丝这样子去哦。可是那个行程也不是我安排的嘛，都是一定是跟旅行社啊那种啊买 package 然后去的嘛，不是呗？但有时候我带咩，就那个旅行社的人带吧嘛。可是你就可以跟他一起去旅行哦，跟他一起去玩这样子哦。你不要看我好像很熟这样啊，然后每次哇可以聊天这样，其实我跟不熟的人哦真的是很难聊天，好像有点社恐这样子。所以哦，我觉得如果我跟粉丝去旅行啦，可能粉丝会很失望一下。怎么可以老这样子的？他平时不是这样的嘞？是啊，平时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带团旅行这个东西，我不会去做啊，因为我觉得我打hand不到，而且一旅行要旅行可能5天甚至1个礼拜啊。因为平时我们去旅行拍东西啊，都是我们2个，再不然就是可能跟比较熟的朋友啊，其实也不会多人了，4个5个这样子吧。跟朋友 OK 啦，跟不认识的人的话，比较陌生人的话啦，我觉得我做不到。蓝碧巧巧叔叔哎，我们的女儿怎么在这里？很多字哎，这里哇，不懂他们有结扎嘛？不然哦生更多哎。肯定没有咯，你看这样多小 baby。So OK 了，在这个行业你最害怕失去的是什么？最害怕失去啊，观众哦，真的嘞。如果没有人看你，没有观众啊，你可以收皮了，可以转行了，所以要珍惜这个东西哦。其实 make sense 吗？没有观众的话就没有流量，没有流量的话就没有商家，没有商家的话就没有钱，没有钱的话你就没有生活费养自己，没有生活费养自己的话，你就可以收皮了咯。I saw one thing look exactly like you. You everything also look exactly like me one way. Also chocolate and black and fat. 兔子哎，肥耶！你目前的收入状况稳定吗？还是会大起大落这样子？大起大落啊，算稳定哦。我不懂是我罢了啦，还是这个行业啦。通常呢都是你等哦，你只能等嘛，因为你不懂几时会有商家找你嘛。它不像你去打工，打工是 confirm 每个月呢一定会有一个底的嘛。可是我的工作呢是没有一个底薪的。如果我这个月没有人找哦，我就吃草了。所以我要制造一点 video 啊，或者是照片啊 ，keep 着我的那一个曝光率啊。所以你看很多网红哦，他要 keep 着 post 东西哦，比如讲2天 post 一个照片，你可能几天 post 一个 reels 也好，这样子啊，对于你是有好处的，因为你多 post 东西，你有多那个曝光率呢，商家就会看到你嘛，观众也会跟你黏着嘛。这样子的话，你的 video 很多人 support 你啊，这样商家自然看到，诶，那个人不错一下，那他就会来找你了。所以如果你问我的收入稳不稳定的话呢，目前来讲是 OK 啦。可是我也是有试过，我1个月只有1个2个 job 这样子啊，可是还可以啦，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很多地方可以花钱嘛，所以是还好。很像你耶，这个羊也是。每一个东西都像我的。This chocolate really look at you。它的身体 chocolate 是毛黑色。
Exactly like you Oh my god！ 这样你会压力嘛？好像每1-2天就要 post 一个 post， 这样就是无时无刻都会一直想着要拍东西这样子的感觉。不会压力啊，这个是你要做的东西嘛。就好像如果你是加 Grab 的话，你每天要打油，你会压力嘛？不会的嘛，你一定要打的嘛。所以你做网红的话，你也是一定要一直 post video、post 照片，一定的，这个就是你的其中一个工作了。如果你觉得压力的话，这样证明你不适合了。因为网红嘛，你只要 post 照片嘛，可能你生活的照你也是会 post 出来，是不是？这样你会不会混乱到好像没有 work-life balance 的感觉？正常啊，我们的工作就是没有 work-life balance 啊。你24小时都在做工了，其实。我想补充一下，可能网红是没有 work-life balance， 可是我觉得我们很庆幸，就是有机会去体验可能平时人家体验不到的地方，所以我会更有动力去把那些东西拍更好，然后 share 给大家看。因为我收到很多信息，可能很多人就会讲，我看了你们的影片真的很开心，就感觉我像跟你们一起去到那个地方这样子。你做网红的话呢，你会比较有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东西，可是你要换的呢，就是你无时无刻都在准备要做工，甚至是你已经在做工这样子。有休息的睡觉哦，起来就明天要做什么好呢？明天要拍什么好呢？当你2天很得空没有事做的时候啊，你就会很紧张了。如果2天没有事做了，要讲8那样啊，你就会紧张了。怎么这个马的头发是这样啊？可以摸的嘛？应该不可以啦。可以。可以？你在这边做工啊？他没有写不可以，就是可以。很像 U 灯，他没有写不能 U 灯。他会过来了喂。我要找我啊？要我摸你是吧？应该是不可以摸的。我手放这边，除非你自己过来。他笑你，他讲怎么我们长得这样像的。One more time, I will slap you. I will slap you twice. 这样你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来自哪里？我爸爸寄给我。做工啦，不然哪里来？不是咩？我拍业配拍广告，拍完就给我钱咯，就这样来哦。不然是什么？就 mainly 啦，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啦。那主要就是拍业配咯。那像如果你看到我 Instagram 有 post 或者是 tag 一些 brand 啊这样子啊，就是我赚钱的时候咯。或者是我 YouTube 出 video 啊，也是我赚钱的时候咯。可是最 mainly 最多的呢，都是在 Instagram 啊，因为 Instagram 它是比较快的方式嘛，因为那个 reels 短啊，或者是你拍照片啊，或者是拍 story 啦，它比较快嘛。那你自己过来的啊，我们没有摸你啊。个掉钥匙啊！热一下来。河马，可是进不到去看的，就这样离这样远看吧。你懂，其实河马是有攻击性的动物来的，所以不能太靠近，它怕伤到我们。OK， 还有问题想问你，这不是我问的啊，这是大家想问的啊。你有几时打算结婚生小孩嘛？结婚生小孩子一定是有打算的嘛，只是不急哦，慢慢来先。我要找到一个啱的timing哦，去求婚这样子啦。所以大家不用去为我着想，哇，几时要结婚，几时要生孩子这样，不用紧张 ，OK， 慢慢来，慢慢来。不过你们可以为我着想。我觉得两栖动物蛮不错一下的，它又可以上陆地啊，又可以下水啊，这样很远啊，很远。你对现代人不婚不孕有什么想法？关我什么事哦？不要婚就不要婚啦，不要生就不要生啦，关我什么事？没有想法啊，就这样啊，自己开心就可以了，最重要是开心。以前我也是觉得人一定要结婚生孩子的，我也是有一个憧憬啊。我在26岁的时候我就想，我26岁的时候我一定要结婚生孩子。可是我现在超过26，我就觉得还好啦，开心最重要。其实我在 Facebook 看到很多那种 post 就是讲关于结婚的东西啊，然后那个 post 有讲给你多一次机会啊，你会不会再结婚生孩子？然后下面很多人讲不会，然后按进去全部都是结了婚有孩子了，很恐怖一下，怎么会这样想啊？我也是不明白。可是对于我来讲啦，我觉得我还是会想要去体验这个过程。我觉得这很像是人生其中一个会经历的东西啊，生孩子啊，养育孩子啊，然后看孩子慢慢长大的那种过程。虽然可能有时候会听起来很辛苦，你要供他吃，供他住这个那个，不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过程啊，看你想不想体验罢了。你跟Michie，我要在那个牛的前面排啊。不懂什么来的，是拉当 India， 然后谁是Michie？你跟Michie会时常吵架吗？以前很长啊，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吵架了，很奇怪的一段时间过后啊就不会吵了。对啊，现在没有吵架，没有吵架。这样如果你跟Michie吵架的时候你们是怎样达成共识的？怎样和解？都骂啦。肯定有一个人是很讲道理的嘛，通常讲道理那个肯定不会是你。
不会是我。牛的那个就是你啦，你看你都站在牛前面了。牛的那个是你啊，我现在跟你同框啊。每次啊很牛了，有什么事情啊最牛那个是他的，然后我就开始讲道理哦，让他知道他自己输了啊，这样哦，一输的时候啊，这样哦，来一下。我没有这样哦，你自己这样吗？就是这样的。I'll slap you twice, tell you。再试一下话呢，有些问题哦，我觉得你也是可以回答的。比如讲下面这一题啊，这个人呢他就讲他呢跟Michie一样爱哭啊，想问哦，平时 K 佬啊怎样处理这种情况 ？Hello， 我哪里有爱哭？I at least 1 month only cry one time maximum。有没？你上个月有哭到没？他身上哦。这样通常我会怎样处理这种情况？以你的了解啦，讲道理咯，讲到我都想发哈。You remember this time 啊？你看我中指，这个是之前我去潜水的时候，我被那个 tank 压到我的手指，然后很痛，然后我就哭出来啊，很痛，怎么你的手要放在 tank 下面？怎么要这样子放？哎呦，你怎么这样子放呢？平时都不会这样放的吗？我们上课也是有学到要小心那个 tank。我要避免下一次同样的事情发生嘛，我不是跟你讲咯，叫你下次就会有咯。因为我一直哄你没有用的，我们要解决问题的来源，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解决掉它就可以了。不然一直哄你啊，你都不会的话，这样下次还是一样会压到手指啊。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让我那个眼泪啊，本来很多的，然后突然间收起来。他下水有啊，真的没？哇！我想问你跟Michie的生活费开销是怎么分配的？我们一人会每个月进一个固定的钱去一个银行户口里面哦，然后我们就从那边用咯。比如讲有时候是去买菜啊、吃东西啊，我们就用那一个户口去给咯。最主要的就是那个户口会拿来还现在租的这个地方的房租啊、水电费啊等等啊，总之会一起用到的东西呢，都会从这一个银行户口呢扣出去，这样子啦，就是这样子。心情好的话就请对方吃东西、看电影这样子咯。啊，像刚刚我们吃的那个bungus烤也是我给钱的嘛，一order完转身就跑了。因为我不懂啊。就你们旅行旅行也是 AA 啊？旅行全部都是 AA 的，除了有一些是有那个 sponsor 啊、业配的那一些啊，我们就不用 AA 到这样多咯。Michie is a good girl. Yeah, you should appreciate. 因为很多是自己付费的嘞，肯定是 AA 了。hotel 啊，我们的飞机票啊，然后我们换 cash 啊那一种啊，去吃啊，全部都是 AA 的。就这样，你跟你朋友去旅行咯，你们也是全部一次过加起来，然后除2这样子算咯。如果我的 video 啊有业配啊，有 sponsor 那一些啊那一些呢就是我出完的，因为我接到业配嘛，然后Michie呢只是我带他去这样子啊，他就完全不用出钱，然后我就把他出了，因为我有赚钱嘛，那个 video 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希望大家多多 support K 佬的 vlog，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更多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你就可以有 free 的，是不是？这条水的钱很难拿的，我跟你讲，有进没有出的。有时候我帮他给这些50块、100块这样要跟他拿回1-2个礼拜慢慢等比银行还要久啊。如果有机会给你跟Michie互换身体的话啦，你会想要做什么？What does that mean？ 我会进去女厕所，因为我没有看过没有那个流道的厕所是长怎样。我每次去厕所我很好奇的，因为男生的厕所是有那种站着小便能流道的嘛。但如果女生的厕所没有流道的话，这样那一排会拿来做什么呢？化妆镜哦，一片镜子来的啊。我就会好奇这个东西吧，因为不然那个厕所很浪费位置一下，整片墙壁是空空的。哎呀，要进你厕所啊，you better I tell you。我是女生你讲换了身体要进女厕所，换了身体耶。K 佬，K 佬怎么Michie啦？我代替观众嘛，你是怎样消化或者打败负面情绪的？讲打败我很自然你现在这样问我，我好像回答不到这样，如果你一遇到负面情绪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我一遇到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会玩 game， 玩 PS5、FC 25、F1 25。这样你不是逃避问题罢了啫？没有问题啊，我的负面情绪可能只是我一下子很生气我就不想要生气嘛，这样我就去玩 game 这样吧。这样你玩 game 回来了，你会不会又想回这件事情？不会，因为没有必要生气。其实我很少会有负面情绪啦，可是我通常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呢，都是可能我一下子紧张，我心急很急着要完成一件事情，可是又完成不到这样子，我就会生气这样子我没有什么负面情绪啦，很少。看到长颈鹿看不到。假一下不是假的，是在我后面
可是他不要出来。为什么你的家这样简陋的？哪一个家 ？KL 的家。啊。会简陋，为了会简陋，有电视机，有冰箱，有厨，有冷气，还有扫地的那种戴森。这样你的家哦，怎么有一个房间是专门装衣服的，可是就没有一个好好的工作室嘞？其实是有的，因为现在的房间啊，那个有 screen 的桌子啊，就是我以前来放电脑啊，在那边做的。可是过后我就买了那一个 F1 的那一个 steering 嘛，然后再买那个椅子放下去呢，就没有位了。所以哦，我做工的位置呢，就移去吃饭桌子那边了。所以还有2个地方，一个是打 game 的地方，一个是做工的地方。可是现在那个打 game 的桌子哦，很少用了，因为我最近很少打 game 了。我现在加 F1 的那个技术啊，很明显退步了很多，有点生疏了。现在一到晚上的时候哦，也没有那个精神去玩了，休息啊，睡觉。因为我一玩 game 啊，会玩很久。哇 ，K 了，果然长大了啊 ，No more Game Boy 啊。哎，那怎么你的电视机是放在地上的？赢吧，你去看到有个人的家，电视机放地上了，你找不到啊。所以我家是这样嘛，因为哦一开始呢，我搬进去住的时候呢，那个电视机就搬买进去了嘛，然后我就觉得要不要特地买一个出来放电视机呢？然后我们就只想到，如果之后要搬家，会不会很麻烦，很多东西要搬啊？所以哦，到最后那个放电视机的橱呢都没有买了，然后一放了3、4年了，到现在那个电视机还在那个地上。因为如果买了那个架子放那个电视机哦，我们就要买新的椅子，因为不能再坐地上了。同时哦，桌子那些啊也是要 upgrade， 所以哦，你买那个电视机架，全部东西就要换，就是想到这样的问题哦，因为毕竟不是自己的家嘛，就不要买太多那种家私啊，去美化它咯，简简单单可以用、可以做、可以吃就可以了。我们就是有进没有出的。你呀、什么我们呢？下午2点来动物园呢，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很热。然后防蚊呢，记得一定要带。哇，突然间换地方了喂。我们终于要见那个 China Bay 了。China Bay。哇，感觉我这个人越走越快哦。如果平时有这样快就好哦，不用等死我。他在睡觉、哦，睡到这样。哇，这边哦，虽然我以前来过一次啊，可是我已经忘记了它里面的那个温度大概是几冷。可是我现在再回来哦，其实我没有觉得它很冷的，很爽啊，就凉凉冰冰的。说它很大风，它也是有冷，可是没有到非常冷哦。就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很稳定哦，我情绪真的，我情绪非常稳定。哦呀！这个是其中一个哦，我对于我自己感到很骄傲的事情。这个东西我可以认可，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情绪稳定。很傻的吗？很像每次我经历我自己觉得很大的事情、很辛苦的事情的时候，买把票猜个之中，但你都会就是一直那边讲道理。真的讲道理是非常重要的，你一直发脾气啊没有用啊。他就是会一直跟我讲很多，而且我觉得是还蛮有耐心的啦。我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都可以有一个人好好去依靠咯，因为他的情绪够稳定。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不要假笑啊哟！下雨啊，假辣啦，人来租，我们来租，来到下雨。雨伞真的很重要哎。是啦，所以我有带咯。You are the smartest guy ever. Of course 啦。And cute and pretty and sexy and perfect. 现在4点半，我们要走了，不然等下这边会洗别塞车。而且我们也是好料，来动物园哦，狮子、老虎啊没有看到啊，我在哪里啊？加上没有时间又下雨，算了，我们回了。你要關聲啊！揾錢我唔要命。哦耶！怎麼這樣亮了喂？然後這樣挑不這樣亮。哦耶！剛剛我們已經沖好涼，然後現在要去吃晚餐了。現在還有多了2位朋友。這個是要馬賽克嗎？這個馬賽克來的。哎，啱啊喂，單身了30年，這個也是單身。哇！嗨，你好。剛好我們 Q&A 哦，有一個問題問到廢柴哥哥哎，什麼？有人問廢柴哥哥叫什麼名字？廢柴啊，不然呢？怎麼你要我證明啊？賴家精，賴家精，李家春哦。你有沒有報埋我個身份證我發出嚟俾佢 ？Eric， 他叫 Eric。我的藝名叫賴宏恩，這個一定要講，不然我公司想罵我。請問賴宏恩，你今年幾歲？我今年不夠歲呀，32歲了。哇，你看起來比較像弟弟耶，賴宏恩。是不是？就想知道賴宏恩，你是從事什麼工作的啊？我是從事陪做、陪吃、陪笑，在家一直睡之醒，一直睡之醒啊，這種哦。你是專業 professional 廢柴。沒啦，我是個演員。
应该看过我的戏了，还没看的话马上去看。我的电影不懂现在还有没有在，应该还有了。But it's okay, it's coming soon, coming soon， 还有了。这样我们想知道一下赖宏恩的感情状况。我在等他介绍给我。30多集，所以原来今天约我出来是这个原因是吗 ？OK 啊，委屈你了，不好意思啊。平时是我坐前面的，然后不懂为什么今天要我坐后面，原来是这个原因。你别看，你记得那时候我们拍那个 Q&A 啊，后面不是有讲介绍我哥哥给你认识的没？你觉得他 OK 吗？那跟他在一起吗？你是要我被全部人骂是吗？